除了贞子，你还看到过破次元壁的女鬼吗？今天这位不仅能从荧幕进入现实，还能在里面筑巢，把看到她的人抓进影片里残忍杀害。面对这样强大的夺命厉鬼，中招的人们能险中求生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泰国惊悚恐怖片《厉鬼僵硬》。一个小女孩在封闭的房间醒来，房间内破旧不堪，布满蜘蛛网，身旁还躺着一具双目瞎了的死尸。女孩立即挣扎要逃，可惜手腕被绑住了，四面还看不到出口。忽然外面传来有东西拖地的声音，一个跛脚女人手持利刃进入房间，那拖行的声音正是她的坏脚与地面摩擦发出来的。跛脚女人进门后发现女孩消失了，嚎着嗓子给我滚出来，这可把藏在衣柜里的女孩吓得够呛。她强撑精神没发出声音，但跛脚女人却猜出了她的藏身之地，一步步拖着坏脚走向衣柜。女孩只能开门撞到跛脚女人，试图赢得一线逃走的机会，可惜她太小了，跑得也不快，尽管将女人撞翻在地，脚踝还是被对方抓住。更是在一场险象环生的追逐后，女孩眼看要从狗洞爬出魔窟，最后还是被对方拖了回去。等女孩再次从昏厥中转醒，她双手双脚都被绑在椅子上，跛脚女人坐在她身后梳头，让她不要吵，学你的姐姐们，当个安静的乖乖女。女孩这才注意到她身前是张饭桌，桌旁坐着几个村里的孩子，全都被戳瞎了双眼，他们已经被驯服的失去反抗意识了。不久后，一群村里人找了过来，从他们口中得知跛脚女人名叫扶桑嫂，之前有人看到她抓走了小女孩，还听到房里传出女孩的声音，于是怀疑她思女成疾，想用女孩代替自己被烧死的女儿。可是他们闯进门内后，只看到地面有拖行的痕迹，却没有扶桑嫂的身影，她究竟藏在哪里呢？他们顺着痕迹摸到一个衣柜，推开衣柜，后方居然有一道门，推门进去，便见扶桑嫂拿着利刃朝着他们大喊大叫。更让人惊恐的是，这里面坐着好几个失踪已久的孩子，小女孩自然也被戳瞎了双眼。孩子们的父母怒上心头，对扶桑嫂拳打脚踢，还抢过利刃，精准地划开扶桑嫂的嘴角，用绳子将她活活吊上了房梁。这时镜头慢慢切换到电影院的屏幕，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电影里的，一部名叫《厉鬼》的电影正在点映，但导演铎哥却没有去看，而是坐在走廊里抽闷烟。他想在正式上映前把吊死的镜头剪掉，因为在电影中的小女孩尽管得救了，最后却发了疯，说扶桑嫂就在这里。接着他屋内的衣柜莫名打开，里面恍惚出现个人影。电影《厉鬼》在这个镜头下结束，但扶桑嫂却真的阴魂不散，来到了现实。一个观众重新回到电影院，居然看到放映厅里有个类似扶桑嫂的身影一晃而过，进去后却没见到任何人，只是大荧幕自己播放了电影，仍旧是吊死的片段。哪知不过一个转头的功夫，荧幕中的片段消失，投下一个模糊诡异的吊死身影。观众的身后正有一个吊死者在苦苦挣扎，他恐惧地发出尖叫，整个电影院却无一人被他惊动。这名观众无声无息地失踪了。身为男主的放映员小千刚忙完工作，他的上司玉哥找到他说：“你的事情办了吗？”小千有点心不在焉，表示自己正在办，接着把厉鬼的胶片拿出来放入其他胶片盒子里。玉哥说：“你小子现在犹豫有毛用，让你拍个枪片这么磨叽，不如我把钱给你，枪片我自己来拍。”小千唯唯诺诺收了钱。其实他以前染上了毒瘾，当年为买药偷了女友阿宋的手表去典当，还神志不清殴打阿宋，两人之后就闹掰了。小千想挽回这段感情，首先要把手表赎回来，还要还清黑社会的高利贷。小千没那么多钱，黑社会让他以枪片抵债，他只好帮忙做点违法的事儿，不过忙里偷闲，还要玩点情调。今天是阿宋生日，他下班准备回去，哪知在走廊里看到厉鬼扶桑嫂，他吓得往后退了半步，旋即走廊灯一个个关闭，黑暗里的扶桑嫂在后面追上来，阿宋连忙转身往回逃，跑到员工间正准备推门进去，门口却挡着一个人。阿宋一拳头挥上去，这才发现对方是拿着蛋糕的玉哥。
原来这场惊吓是小千安排的，为的是给阿宋过个不一样的生日。阿宋面上笑嘻嘻，心里早就口吐芬芳了，但因为打了玉哥，只能和他们去酒吧喝酒，喝不到一半他要回家。小千追出去说今晚夜色真美，阿宋表示你算了吧。小千灰心丧气回电影院，跟玉哥开始偷拍枪片。他中途睡着了，再醒来已经到了保洁上班时间。小千赶紧去放映厅找玉哥，这要是露馅了，到时候2个人都得完蛋。哪知放映厅里根本没人，录像机却被丢在了地上。小千正打算看枪片拍完了没，身后却传来阿宋的声音，问他你一大早在这里鬼鬼祟祟做什么？小千支支吾吾蒙混过关，却无法回答玉哥去哪里的问题。幸好阿宋被同事喊走，他才有机会拿走录像机。录像机里的枪片没拍完，不知为何中间有段抖闪的画面，随后画面里出现惊恐后退的玉哥。但还没等小千逐帧细看，一个跟班跑过来告诉他赌马赢了，他让跟班拿赢的钱去赎回阿宋的手表。晚上他独自去玉哥家找人，打算商量枪片的事儿怎么办。岂料玉哥家里空无一人，电风扇和电灯却开着，地面还有一串湿脚印和拖痕，一直通向卫生间的衣柜。难道玉哥家里进贼了吗？小千胆战心惊过去查看，结果衣柜里并无异常。找玉哥的不止小千，还有黑社会的2个打手。他们找到小千问情况，话不投机开始砸车，让小千尽快搞定枪片，不然等电影上映，枪片就没什么用了。小千只好硬着头皮回影院重新拍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厉鬼，没想到竟然有惊喜发现。电影中女孩虽然被她父亲救了回去，最后却又消失了。她的床上有一串脚印和拖痕，一路通向房里的衣柜。这场景和玉哥家的几乎一致啊！难道天下存在这种巧合吗？小千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连忙拨打玉哥的电话。虽然电话没接通，玉哥的电话铃音却在放映厅响起。小千顺着声音去找，竟发现声音来自影院音箱，而玉哥不在别处，正在荧幕中扶桑嫂的家里。此刻他已经成了一具尸体，双目被戳瞎，手机被他拿在手里，屏幕不断闪烁着。小千从没见过这等诡异事件，故作镇定地离开放映厅，却总感觉身后有东西跟着，于是拔腿跑向地下停车场，那里有他的摩托车。中途他回头望了一眼，没看到有什么追上来，以为自己多年毒瘾后遗症发作，出现幻觉了。然而在他拉正双肩包背带时，被他拉到肩头的却是一只人手，他背部趴着的也不是背包，而是衣衫褴褛的扶桑嫂。不知情的小千回到家中，为防有怪事发生，他把家里的柜门用铁丝锁死，可是卫生间却传来擦地的声音。小千壮着胆子去看情况，便见地上有脚印和拖痕，浴帘后面更是不知何时多出一个人影，正拿着把梳子慢慢梳头。他陡地拉开浴帘，人影忽然无故消失，但地上却多出一把沾着头发的梳子。第二天，小千神情恍惚去上班，听到同事在谈论消失的玉哥，他不想掺和，进去转头就走。不料被几位女同事叫住，他们要挂电影宣传海报，喊小千过去帮忙。小千见阿宋也在其中，点点头答应了。然而等海报挂好，他才发现那竟是厉鬼的宣传图，上面还印着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字样。难道他碰到的怪事都不是幻觉吗？小千再次翻看玉哥的录像机，逐帧查看画面抖闪的片段，果不其然，被他看到了扶桑嫂的身影。他一时六神无主，余光瞥向放映厅时，竟发现扶桑嫂也坐在人群里。小千赶紧跑去放映厅确认，结果没有看见扶桑嫂，只看到前方的座椅莫名动了一下。他提心吊胆俯身去看，猛然间看到的却是2个小观众，原来是自己吓自己，虚惊一场。阿宋看到他好似魂不附体，关切地跟在后面，刚好发现录像机里的枪片。阿宋以为小千毒瘾又犯了，想用枪片赚钱买药，逮着小千教训一顿，质问他玉哥是不是也参与了。小千没有直接回答阿宋，而是告诉他电影里的鬼是真实存在的，玉哥被那只鬼害死了。阿宋起初不相信，你小子又嗑药了吧？小千于是把之前的怪事说了出来，可是紧接着他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，他是在看了电影后才被扶桑嫂纠缠的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困扰。
所以他临时改主意了，不让阿宋看录像机里的视频。阿宋一时有点懵，两人闹得不欢而散，可他还是在乎小千的。上班时抽空打电话联系玉哥，本想找人出来好好谈谈，岂料只是转个身，他就在厉鬼的电影海报中看到一具熟悉的尸体，正是失踪已久的玉哥。那边小千闷闷不乐坐在放映厅，但小千还没高兴半分钟，身边的小跟班居然不见了，只有扶桑嫂睁着煞白的眼盯着他，慌不择路往外面跑。本以为人多阳气重，扶桑嫂不敢追过来，哪料扶桑嫂也在人群里，还朝他掰开了下颚，露出血盆大口。小千连忙跑去坐电梯，可是电梯里更危险，不出意外的出事故了，电力中断，打不开门。扶桑嫂跟在他后面吓人，还给他造了一个开门见鬼的幻觉。等影院的同事找人过来维修电梯，便见小千躺在里面痛苦挣扎，完全一副被演了的模样。阿宋得知小千出事后，好心送他回家休息，还顺便留下查了查资料。网上传闻厉鬼拍摄团队曾遭遇灵异事件，扶桑嫂抓小孩挖双眼的事也是真实存在的，跟电影里的情节几乎相同。虽然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前，阿宋还是找到了扶桑嫂的住址。等小千在一连串噩梦中惊醒，阿宋给他说了自己的想法。厉鬼电影的结尾是主角去烧扶桑嫂的尸体，但他没能成功，反而送了便当。如果我们能成功呢？是不是就能解决缠身厉鬼了？因此两人决定去扶桑嫂的家乡，找到她消失的尸体，再放火烧尸。顺利抵达目的地后，他们找到了扶桑嫂的家，里面早已破败不堪，灰尘一指厚，到处都是蜘蛛网。根据电影给的提示，小千认定衣柜后面有一扇门，门后是藏小孩的地方。可当他推开衣柜，只发现了一堵墙。这时天花板的电扇莫名掉下来，小千带着阿宋躲避时，不慎把地板撞烂了，自己一不小心摔了下去，摔进了扶桑嫂家的地下室。下去后，他晕乎乎的看到阿宋在上面挥手，声称要出去喊人来救他。小千于是淡定地拿手电筒观察环境，当看到垂在房梁上的绳子，他确信地下室就是扶桑嫂吊死的地方，但这里面并没有尸体，只有一张烧毁大半的相片。突然外面传来巨大的敲门声，震惊之际，阿宋闯了进来，还顺手把地下室的门关上了，要把他往黑暗里拉。小千往上看了一眼，怎么上面还有一个阿宋啊？他跟下面的阿宋原地拔河，对方很快耐不住性子，露出裂开的猩红大嘴。当真正的阿宋领着村人赶来，只见小千躺在地上挣扎，他被带去了医院。意识到自己又被扶桑嫂耍了，医生给小千看病时嘴碎闲聊，说出了一个关键信息：现实中的扶桑嫂并没有死。当年村民想吊死她，但紧要关头警察赶到了，扶桑嫂就被法律判刑，住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。既然扶桑嫂没有死，小千看到的那只厉鬼会是谁呢？两人正在发愁之际，厉鬼的宣传海报车从医院经过，小千看着上面的主演信息，终于想到厉鬼的身份，就是电影中扮演扶桑嫂的演员。于是他俩转道去了厉鬼的片方公司，到了地方才知道公司人去楼空，1周都没人来上班了。两人破窗进去翻电影记录，厉鬼也跟在后面全程观看，但小千和阿宋都没发觉。阿宋根据通信号码联系拍摄团队的人，结果全都无人接听。小千则找到了吊死片段的拍摄花絮，花絮显示演员一直演不好吊死那场戏，连续 NG 了几十次，不仅导演看不下去了，现场其他工作人员也很生气。但在痛骂演员后，他居然演得入木三分，以至于过了很久他们才注意到挂在演员身上的保险绳断了。人们立即上前放演员下来，可他瞪着充血的双眼已经没了呼吸，想必这就是演员变成厉鬼的原因。得知事情真相后，小千推测看过他吊死那一幕的人都会死，先是拍摄团队的人死光了，现在轮到了观众。他决定返回影院烧毁厉鬼胶片，结束演员的恶行。临走前，他把手表还给阿宋，让他不要再跟自己涉险。回到影院，小千又碰到了催债的打手，他趁着电影散场闯进人流，随后折道去工作室烧胶片。确信胶片被火点燃后，小千才推门离开，哪知刚出门就被打手堵住了去路。
同时放映厅里走出散场的观众，怎么刚才发生的事又发生了一遍？小千不信邪，跑回去再烧了一次胶片，可是外面仍然有堵路的打手，他陷入演员制造的循环了。小千愤恨之下朝打手挥拳，把对方揍得满脸是血，但等回过神来，却见自己揍的不是人，而是电影例会海报，海报还突然变成厉鬼，吓得小千转身往影院门口跑。路上所有屏幕里都是演员吊死的场景，差点没把小千吓得原地去世。正当他欲哭无泪时，自己的小女友阿宋出现了，不顾他的呼喊朝放映厅走。但那个阿宋是假的，真正的阿宋刚刚赶到，便见小千跑进了放映厅。放映厅的门被关死，小千在里面焦急地寻找阿宋。等他发觉情形不对，荧幕中吊死的演员消失时，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，因为那个厉鬼演员正拖拽着坏脚一步步走向他身后，掐住他的脖子，质问他：你是不是想看我死？随后还跟人玩起了追逐游戏。小千连滚带爬躲入附近的房间，哪知门关上后再打开却没有了出路，只剩下一堵漆白的墙，身后更是一扇熟悉的暗门。当阿宋费了9牛2虎之力进入放映厅，只见荧幕上出现惊人的一幕，小千进入了电影里。他打开了暗门，门后是一地被戳瞎双眼的尸体，其中就包括玉哥和拍摄团队的人。小千也难逃死亡宿命，被化身厉鬼的演员戳瞎双眼，成了那巢穴中一具冰凉的尸体。电影《厉鬼》不久后正式上映，一批批观众奔着真人事件改编的噱头走进影院，看到扶桑嫂残害他人猎奇的一幕，却没人注意里面的尸体都很眼熟，其中就包括检票员阿宋。但他们也看到了演员吊死的戏，成了这名厉鬼的下一个目标。厉鬼僵硬最后在演员的质问中结束，多少让观众觉得毛骨悚然。不过这种打破次元的处理方式在整体结构上并不突兀，反而显得水到渠成。而且这部电影上映于2008年，后来很多恐怖片都有这种拉观众入戏的桥段，只能说当年还觉得新颖，现在已经被各大导演玩烂了，也不会给观众带来多少反转的刺激。但是厉鬼僵硬的故事还是很完整的，人心的欲望驱使厉鬼成片，也造就了演员死亡的惨剧。当初导演如果立即销毁胶片，对外公开拍戏死亡事故，演员兴许不会化身厉鬼，后来也就没有小千拍枪片这回事儿，最最无辜的阿宋也不会丧命了。最后喜欢鬼片的宝子们可以去看原片，豆瓣将近6万人打分，这部厉鬼僵硬的分数有高至7分，各个方面都水准在线，宝子们也别忘记给个3连支持一下我哦。